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虎山自然步道的一条小径里面。今天在这边 Tony 开讲，不过夏日蝉鸣真的是蛮吵的，不知道收音的效果会如何。我今天来聊一聊老庄思想，那这也是有读者希望我谈一谈老庄思想。那当然，我对老庄思想是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，不过老子、庄子这两本书我当然是读过，而且我中年的时候就是奉行老庄思想。我网站自称的读者应该都知道，当时我就经常利用非假日，那一个人走在山林古道里面，那在别人看起来就是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，那这就是老庄思想式的生活。可能有人会问 ，Tony， 你不是中年以后以儒家思想为皈依，那你怎么又说你中年是奉行老庄思想呢？那其实你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，我讲的是皈依，不是皈依。皈依就是倚靠，那你可以倚靠一种思想，那当然也可以倚靠任何其他的思想。那不像宗教上的皈依，是指你只选择一种信仰，你不可能同时信仰佛教又同时信仰基督教。但是人文思想的皈依，你可以主要皈依儒家思想，但是你也可以喜欢老庄思想、墨家思想，或是其他种种的思想。因为这些思想都是流传2000多年，有经过时代的考验。那很多思想可能在它产生的那一个时代，那就被当代的人给唾弃淘汰了，或是经过50年、100年就被淘汰了。那你到了今天，这些思想你都还听得到、读得到，那就表示这些思想是有可取之处。我中年时选择老庄式的生活，我经常在非假日一个人走在山林古道里面。当时这些古道都是所谓的秘境，你可能走一整天都不会遇到任何登山客。那不像现在登山的风气比较兴盛，还有现在的登山资讯非常的发达，所以很多20年前的秘境现在都已经不是秘境了。例如汐止的江子寮绝壁，20年前的时候你非假日去，那几乎就遇不到任何游客，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在溪谷里面裸体做 SPA 都不用担心。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话，那你可能会惹上麻烦了。我在中年的时候也读《世说新语》，当时就很向往竹林七贤那一种追求自由自在、不受世俗羁绊的这种生活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是著名的裸体主义者。那他有一天喝醉了酒，就在自己家里在里面脱光衣服在那边裸奔。那有一位朋友刚好来拜访，进门看到罗琳这个样子，就吓了一跳，然后就讥笑他。那你怎么会有这种行为呢？那刘伶就回答说：“我是以天地为家，那我的房子就是我的内衣，那你为什么钻进我的内衣里面来呢？”我当时看了刘伶这样的想法，就非常的羡慕。而刚好当时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因为我都是非假日一个人走在山林里面，而且都是一些古道秘境。那刚好我当时在网络上也接触到国外的一些 nude hiking 的思想，所以我就会找一些古道秘境。那遇到溪谷的时候，可能就在那边做 SPA 或是裸泳。那或是如果有小草坪的话，那可能就会在那边做日光浴，甚至裸奔。那如果有适合的一条山径，那我会走一段 nude hiking， 就觉得说，哇，这样真的是摆脱人间的这种各种束缚，非常的逍遥自在。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有一次我在富士坪草坪，那我就找一块比较隐秘的小草原，就在那边做日光浴。那后来我干脆就在草原里面裸奔。那当我跑到这个草原的角落的树丛旁边的时候，哇！我突然看到有4只眼睛在盯着我，原来是一头水牛带着一头小牛，那4只眼睛就盯着我，哇！我当时吓了一大跳，就赶紧小心翼翼的撤退。那当然是平安无事。不过我后来就想一想，那还真的蛮危险的，因为如果那只水牛冲过来，那边是草原，
我根本没地方躲，那搞不好就被他撞倒了。那第二天新闻报道可能会报道说，在台北县万里乡的富士坪草坪那边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，就是有一名登山客疑似被水牛给撞倒在地，不幸身亡。可是警方说蛮奇怪的是，这位登山客竟然没穿任何衣服，一丝不挂。那后来警方在100多公尺外的草坪，那找到他的登山包，那衣服折叠整齐，钱包的财物也没有损失。所以警方表示要做进一步的调查，才能了解这一起算是意外命案发生的原因。以上就是我在中年岁月的老庄生活最难忘的一段回忆吧。那为什么后来我没有选择老庄思想作为我的中心思想呢？那我就以南怀瑾先生的《论语别裁》这本书他所提到的一段话来作为解答。那南怀瑾认为儒家就像是粮草例如稻米、小麦，那都算是粮草。那老庄思想呢，就像是药草，像我们中药的一些药材，或是普拿疼、阿司匹林，都是可以算广义的药草。那我们人生当然必须要有粮食才能活下去，但是如果你生病了，没有药草来治疗的话，那你还是活不下去。所以粮草、药草、儒家思想、老庄思想，都是我们人生需要的东西。那粮草、药草，哪一个才是我们生活的主要重点呢？那当然是粮草。药草只是以备不时之需而已。有人会批评说，儒家思想的礼教非常的令人讨厌，什么三纲五常，都是一些束缚人们行为的一些礼教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结婚了，你希不希望你老婆红杏出墙？那你希不希望你老公外遇出轨？你当然不希望。那你是希望有法律来制裁这种通奸出轨的行为，还是你希望你的老婆、你的老公他心里就有一套伦理，当他有外遇的冲动或是起心动念的时候，那他会感到羞耻我不应该有这种行为，我要负责任，我要对得起我的家庭。那你当然希望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伦理或是道德观，但是来维护你们的婚姻。所以社会生活里面三纲五常当然令人很讨厌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，你还是需要有一些规范或是伦理，那这个社会才能够运作的良好。所以即使你废掉了三纲五常，你可能还是需要2纲4常或是4纲6常来维系这个社会，不然的话，那这个社会就可能要倒退到所谓的鸡犬相闻、民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个上古时代。那因为减少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接触，那自然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三纲五常了。所以我们的现实社会当然需要一些伦理跟规范，才能让这个社会能够和谐的运作。那如果有一些伦理道德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，那你去做修改就好了。但是你不管怎么改，你还是需要有一些规范跟伦理来让这个社会能够和谐的运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情感上我喜欢老庄思想，但是我在理性上我是认同儒家思想，以儒家思想作为我中年以后人生的皈依。那身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，读圣贤书所谓何事，当然是抱着俗世的理想，那希望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变得更好。那在君王时代，儒家当然是效忠君主，协助治理国家。所以有些人批评说，帝王是利用儒家的愚忠来奴役人民。那我请问你，文天祥是愚忠于赵家吗？那如果有一天中共要武统台湾，你希不希望台湾人具有这种儒家的愚忠思想来保卫台湾呢？还是你认为谁来统治台湾都无所谓，反正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我认为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会怀抱着俗世的理想，那也许怀才不遇，或者说自己的才华没有到位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实现我的理想、我的抱负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的背后还有老庄思想可以作为靠山，那我就去爬山，我还是可以在山林里面找到安身立命之处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Tony开讲，
聊聊老庄思想。我的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